序章：寂静的不合常理。请抬头看一眼夜空，你看到的是黑暗，还有散落在黑暗中的星光，但那不是几百颗星星，也不是几千颗。在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里，可能有数千亿颗恒星，而银河系只不过是可观测宇宙中数以千亿计星系之一。换句话说，宇宙拥有的世界多到人类几乎无法真正想象，其中许多恒星比太阳更古老，许多行星也比地球更早形成。如果生命只需要一次偶然，那么宇宙应该早已多次制出相同的结果。如果智慧可以从生命中出现，那么有些文明或许比人类早了100万年，甚至10亿年。10亿年意味着什么？1万年前，人类还没有现代城市；几百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行；100多年前，人类甚至没有广播。而今天，我们已经把探测器送出太阳系边缘。如果另一个文明比我们多发展100万年，它会变成什么？它是否已经跨越恒星？是否改造行星？是否把整颗恒星的能量变成文明的燃料？他们的探测器是否早已进入太阳系？他们的讯号是否已经穿过地球？他们留下的工程是否大到能从银河系另一端看见？按照最直觉的推论，夜空不应如此安静，它应该充满痕迹，充满讯号，充满工业活动，甚至充满来访者。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得到一项能让全世界科学界共同确认的外星生命证据。没有确定的外星细胞，没有已被证实的人工讯号，没有可以公开检验的外星机器，也没有一座清楚可辨的外星城市。我们找到了水，找到了有机分子，找到了可能适合生命的行星，也找到过许多令人兴奋的异常。但异常不是证据，可能也不等于确定。这就是人类面对的巨大矛盾。宇宙看起来像是应该孕育无数生命，可我们真正看见的却只有沉默。这份沉默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比想象中罕见？是智慧很难出现？是文明总会在跨越星海之前自我毁灭？还是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只是他们不愿意被看见？更令人不安的是，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证据，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就是生命。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不会急着宣称外星人存在，也不会急着否定。我们要做的是走进宇宙最深的沉默，逐一检查那些可能的答案，直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真正神秘的并不是外星生命去了哪里，而是人类为什么会相信，只要生命存在，它就一定会让我们看见。I'm always interested in questions where there's a collision of ideas that appear irreconcilable, right? They don't fit with each other. And I think that collision of ideas in cosmology is very vivid when you bring it together with biology, which is that we are physically insignificant, but it is possible to argue that we are remarkably valuable, notwithstanding our physical insignificance, because it's possible to at least argue that the number of civilizations in a galaxy like the Milky Way might be, on average, 1 or less. 第一章，证据到底是什么？在讨论外星生命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才算证据？一颗行星上存在水，算不算？不算。水是生命的重要条件，但水本身不是生命。一片大气中出现甲烷，算不算？
也不一定。甲烷可能由微生物产生，也可能来自火山、岩石反应，或其他非生物过程。一个规律的无线电脉冲算不算？仍然不能立刻下结论。宇宙中有很多天然天体，会产生极其规律的讯号。人类第一次发现脉冲星时，也曾短暂怀疑，那是不是外星文明的信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高速旋转的中子星，它们像宇宙灯塔一样，把辐射束扫过太空。一个无法解释的飞行物又算不算？无法解释，只代表目前资讯不足，它不会自动变成外星飞船。真正可靠的证据，需要经得起重复观测，需要排除仪器故障，需要排除自然现象，需要让不同团队使用不同方法，仍然得到相同结果。这正是外星生命研究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寻找的不是普通现象，而是一个足以改写人类历史的答案。证据标准越低，越容易得到激动人心的结论，但也越容易犯错。证据标准越高，科学就越可靠。可真正的发现，也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模糊地带。想象一下，一架太空望远镜在一颗遥远行星的大气中发现氧气、甲烷和水蒸气同时存在。这非常有趣，因为在地球上，氧气与甲烷很容易互相反应，如果没有持续补充，它们很难长期共存。生命可能就是那个补充来源，但我们仍需要知道，那颗行星的恒星有多活跃，它的大气如何循环，表面岩石会进行哪些反应，它是否存在海洋，是否有我们尚未理解的光化学过程。一个看似明确的生命讯号，可能在更完整的模型中变成完全自然的结果。所以科学家寻找的往往不是单一讯号，而是一组互相支持的证据。大气中的化学失衡，表面的季节变化，可能的色素反射，规律的夜间照明，不符合自然热力学的能量使用，甚至是行星周围大量人工卫星造成的特殊遮光模式。这些被称为生命标志以及技术标志。生命标志指向生物活动，技术标志则指向工程与文明。可是目前，我们对两者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一个样本——地球。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只有一颗已知的生命行星，只有一种已知的生命起源，只有一个已知的技术文明。我们不知道地球是普通案例，还是极端例外。如果地球很普通，外星生命应该不难找到。如果地球极其特殊，那么整个可观测宇宙，也许只有少数世界真正活着。因此，当我们说没有证据时，这句话并不代表宇宙没有生命，它只代表在人类目前能观测的范围内，用目前的仪器，按照目前的定义，我们还没有找到足以排除其他解释的讯号。这个差别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对宇宙的搜索其实才刚刚开始。第2章，数字为什么让人不安？让我们先从最乐观的方向看，生命可能非常普遍，形成恒星是宇宙中极其常见的过程。行星也不是太阳系的专利。当第一批系外行星被发现时，它们曾让人震惊，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恒星都拥有行星，有些行星巨大而炙热，有些被潮汐锁定，有些绕着红矮星运行，有些可能拥有岩石表面，还有一些位于恒星周围适合液态水存在的区域。这个区域常被称为宜居带，但宜居带
不是生命保证书。金星靠近宜居带内侧，它却变成一座高压熔炉。火星靠近外侧，它曾经可能拥有河流和湖泊，今天却寒冷干燥，大气也极其稀薄。即使如此，只要银河系里有数千亿颗恒星，就算只有很小一部分行星适合生命，数量仍可能非常庞大。这正是德雷克方程式试图处理的问题。它不是一台可以算出外星人数量的机器，更像是一张思考清单。银河系每年形成多少恒星？有多少恒星拥有行星？其中多少行星适合生命？适合生命的世界中，有多少真正产生生命？生命中有多少演化出智慧？智慧生命中有多少发展出可被探测的技术？而这些文明又能维持多久？方程式前面的问题，我们开始有了一些观测依据，后面的问题却几乎完全未知。生命出现的几率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也许只要条件合适，生命很快就会出现。地球的生命似乎在环境稳定后不算太久，便留下了早期痕迹。这可能暗示生命起源并不是极端困难，但也可能只是观测偏差。因为如果生命在地球上出现得太晚，就没有足够时间演化出能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类。我们存在本身就迫使我们看到一个成功案例，这被称为人则效应。它提醒我们，不能单凭地球早期出现生命就断言生命在宇宙中很常见。更难的是智慧。地球生命存在了数十亿年，但能建造射电望远镜的文明只在非常晚的时期出现。恐龙统治地球超过1亿年，它们没有建立无线电网络。海豚拥有高度智慧，但水下环境不利于冶金与火的使用。章鱼能解决复杂问题，可它们寿命短。社会结构也与人类不同。智慧不一定会走向科技，科技也不一定会走向太空。即使文明出现，它又能存在多久？100年、1万年、100万年？这个数字可能决定整个银河系看起来是否有人。假设技术文明很常见，但平均只能维持200年，那么2个文明同时存在，而且距离足够接近的几率仍可能很低。银河系的历史长达100多亿年，文明的窗口也许指向黑暗中一闪而过的火花。我们可能在寻找一个早已熄灭的声音，也可能有另一个文明会在100万年后出现。不是宇宙没有生命，而是我们彼此没有在同一个时间醒来，这让他们在哪里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外星生命的证据不只被空间分隔，也被时间分隔。第3章，我们其实只搜索了一滴海水。人类喜欢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外星文明，但如果把宇宙比作地球上的海洋，我们真正检查过的范围可能只相当于舀起一杯水，然后看着杯子说，海里没有鱼。射电搜寻看似覆盖天空，实际上每一次观测都有非常有限的条件。我们必须选择天空中的方向，选择频率，选择讯号宽度，选择观测时间，还要决定什么样的讯号才值得记录。宇宙的无线电频谱极其广阔，文明可能使用窄频讯号，也可能使用宽频，可能持续广播，也可能只在每隔几年发出几秒钟的信标。如果我们观测错了时间，就什么也看不到。如果我们监听错了频率，也什么都听不到。如果讯号只朝特定方向发射，
地球又不在波数内，那么它即使强烈，也不会经过我们。更何况，无线电不是唯一的通讯方式，先进文明可能使用雷射，使用中微子，使用我们尚未掌握的粒子，或干脆不再进行远距离广播。人类自己的通讯已经逐渐从高功率向四周泄露的广播转向更定向、更高效的方式。如果技术持续进步，地球也可能变得更安静。从远方看，人类最容易被发现的无线电时期，也许只是文明历史中的短暂一瞬。外星文明可能同样如此。我们期待找到一个强烈、清楚、重复，而且故意让陌生文明听懂的讯号，但这种行为本身可能非常罕见。想象地球上的通讯，绝大部分电话、网络和军事讯息都不是为外星人准备的，他们的能量只需要抵达接收者。没有文明会为了让银河系知道自己正在聊天而浪费巨大能量。所以真正可能泄露到星际空间的，不是日常对话，而是大型雷达、高功率太空通讯、行星防御系统或刻意建造的星际信标。这些讯号仍可能十分短暂，而距离每增加1倍，讯号能量便会分散到更大的空间。到达数百光年外时，它可能已经弱到埋进宇宙背景噪声。我们不是在一间安静房间里等待电话响起，我们是在暴风雨中的海岸，试图从雷声、海浪和风声里辨认几百公里外的一句耳语。即使讯号真的抵达，它也可能只出现一次。曾经有一些短暂而奇特的讯号引起巨大关注，但如果它们没有重复，没有足够资料，就无法被确定为人工来源。科学需要重现，宇宙却不保证它会把同一个神秘现象演出第二次。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只认得自己发明过的技术。19世纪的人可能会寻找外星运河、烟雾和灯塔，20世纪的人开始寻找无线电。今天我们寻找雷射、污染气体、人工照明以及巨型能源工程。每一代人都把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投射到外星文明身上。可是比我们先进100万年的文明，真的还会使用我们熟悉的工具吗？他们的活动也许看起来不像机器，而像自然现象。也许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只是尚未学会从自然之中辨认人工。 Carl Sagan famously said it's possible that civilizations don't get beyond this stage that we're at. So when you industrialize as a civilization, so the pre-spaceflight era or pre-interstellar flight era, you will hit problems which are probably common to all civilizations because they're just part of the laws of physics. So one of them is the challenge you pose to the climate of your planet. As you industrialize and build a bigger civilization, you'll use resources, you will affect the atmosphere of the planet and so on. So there's a challenge and you have to manage that. There's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for example. So at some point, you will develop nuclear physics if you're going to be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So you will develop the ability to destroy yourself, which is kind of, you know, it's not long. You go back 100 years and we didn'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stroy ourselves. Now we could choose to destroy our civilization. So it may be that those challeng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navigate. It may be just kind of one of those, not quite a law of nature, but a law of societies, that they're just not able to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tha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cience and so on raise. We haven't passed that test yet. So, you know, there's a name for it. It's called the Great Filter. So one of the arguments, so what we're asking here is there a filter that, let's say the filter's in our past. So let's say that it's just the difficult thing is for life to go from single cell life to multicellular life.
And that does look difficult, by the way, as far as we can tell on Earth. So maybe that's a filter, maybe it just doesn't happen very much. So there are microbes everywhere and nothing very complex. Then we'd be happy, right, because we've gone through the filter. But it could be the filter is in our future. It could be that it's now that you get this capability to affect your planet or destroy yourselves through war or whatever it is. That's a filter, and we're approaching it. And it could be we don't pass through it. And that would also be a solution to the Fermi paradox. 第4章，距离不是空间，而是一道时间之墙。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有10万光年，光穿过它也需要10万年。这句话听起来像一个数字，但真正理解它，需要改变我们对现在的想象。当你看见太阳，你看到的是8分多钟前的太阳。当你看见夜空中一颗距离100光年的恒星，你看到的是100年前的它。如果那颗恒星旁边有文明，我们看到的也是它的100年前。它今天是否仍存在，我们不知道。如果它此刻向地球发出讯息，讯息也要100年后才会到达。我们立刻回复，对方再等100年。一句问候与一句回答，就跨越了4代人的生命。如果文明相距1000光年，一次对话就需要2000年。这已经不是交谈，而是考古。每一封星际讯息都像寄给遥远未来的瓶中信。寄信的人通常活不到回信抵达，收到回信的人也可能早已不再理解祖先的问题。因此，即使2个文明都愿意交流，距离仍会让信任极难建立。对方说他很友善，可那句话是1000年前说的。今天的他还是同一个社会吗？他的政府是否更替？他的物种是否改变？他是否已经被人工智慧取代？甚至他是否仍然存在？距离也改变了我们寻找证据的方式。如果我们望向一颗5000光年外的行星，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建造第一批城市之前的它。那里现在可能已经出现文明，但它的文明光芒还没有走到地球。相反，我们此刻向宇宙泄露的讯号也只扩散到地球周围一个很小的球体。最早的广播不过离开地球100多年，这意味着只有距离我们大约100光年内的观察者才有机会收到人类早期的无线电痕迹，而且那个讯号已经极其微弱。银河系绝大多数地方根本还不知道人类进入了技术时代。从他们的角度看，地球可能仍是一颗沉默的蓝色行星。文明也许并不罕见，但每个文明周围都有一个以光速扩张的资讯泡泡。泡泡之外，它还没有诞生。泡泡之内，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过去。整个银河系可能充满彼此错过的现在，这是宇宙最孤独的特性之一。我们共享同一片银河，却未必共享同一个时刻。如果一个文明在1万年前发出讯号，而它距离我们11000光年，那个讯号仍在路上。如果它距离9000光年，讯号可能早在1000年前掠过地球。当时的人类没有射电望远镜，没有录音设备，也不知道该抬头倾听。证据可能曾经到达，只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这让宇宙沉默出现了一种简单却令人无奈的解释，不是没有人说话，而是声音还没到，或者早已经过去了。第5章，生命也许不难，复杂生命却极其困难。在地球上，生命似乎很顽强，它存在于深海热泉，存在于强酸环境，存在于高盐湖泊，存在于冰层之下，
甚至存在于岩石深处。只要有能量、化学原料以及足够稳定的环境，微生物就能占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这让人产生一种乐观想象，只要行星条件合适，生命便会出现。但从微生物走向能够仰望星空的文明，中间隔着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地球生命的大部分历史都属于微生物，单细胞生命统治地球的时间远远超过动物存在的时间。生命出现后，并没有迅速变成鱼、恐龙和人类，它在微小尺度上停留了数十亿年。其中一个关键转折是真核细胞的出现，它们拥有更复杂的内部结构，拥有细胞核，也拥有能量效率更高的细胞器。这一步可能需要不同微生物之间发生极其罕见的共生事件。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地球也许至今仍只有细菌。另一个转折是多细胞生命，细胞不再只为自己生存，它们开始合作，开始分工，有些形成皮肤，有些形成肌肉，有些形成神经。合作带来更大身体，也带来更复杂的风险。癌症就是细胞合作秩序破裂的结果之一。接着，生命需要稳定的氧气供应，需要长时间不被全球灾难彻底清除，需要适当的气候，需要足够复杂的生态网络，还要经过无数偶然，才可能出现高级神经系统。即使智慧出现，还需要能操控环境的身体，需要可以制造工具的腹肢，需要长时间学习的幼年期，需要语言，需要社会合作，需要累积知识，而不是让每一代重新开始。人类文明不是单靠大脑建立的，火、手指、语言、社群以及数千代文化累积共同打开了技术之门。任何一个条件不同，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也可能永远无法建造天线。这就是稀有地球观点的核心。微生物生命可能常见，复杂生命可能罕见，技术文明则可能更加罕见。地球还拥有一些特殊条件：一颗相对稳定的恒星，一条接近圆形的轨道，一个能长期调节碳循环的活跃地质系统，一个提供潮汐并可能协助稳定自转轴的大型月球，外围还有巨行星，影响小天体的轨道。但这些条件究竟是必须，还是只是地球恰好拥有，我们仍不知道。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因为地球生命在这些条件下出现，就认为生命必须需要所有相同条件。也许大型月球并不必要，也许板块运动有其他替代机制，也许红矮星旁的生命能适应强烈耀斑，但也有可能我们低估了地球环境的精巧平衡。生命不只需要一个能开始的地方，还需要一个可以持续几十亿年的地方。火星也许曾经温暖潮湿，但它体积较小，内部较快冷却，磁场衰弱，大气逐渐被太阳风剥离。即使生命曾在那里出现，也可能被迫退入地下。金星也可能曾经比较温和，但失控的温室效应把它推向另一个极端。宜居性不是一个永久标签，它是一段可能关闭的窗口。地球之所以珍贵，也许不是因为生命曾经出现，而是生命有足够长时间从微生物走到文明。第6章，大过滤器究竟在我们身后还是在前方？假设宇宙中有大量适合生命的行星，假设生命也并非极度罕见，那么
为什么银河系没有充满文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在生命走向星际文明的道路上，可能存在一道极难跨越的障碍，它被称为大过滤器。大过滤器不一定是一件事，它可能是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步骤。没有生命的化学物质变成第一个能复制的系统，简单细胞变成复杂细胞，单细胞变成多细胞，动物变成智慧生物，智慧变成技术文明，技术文明最后成功避开自我毁灭。如果最困难的一步已经在我们身后，那是好消息。也许生命起源极度罕见，地球碰巧通过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外星文明，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世界成功开始，或者复杂细胞的诞生极其罕见，地球再次成为少数幸运者。这意味着人类可能已经越过宇宙中最窄的门，但如果大过滤器仍在前方，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意味着很多行星都能产生生命，很多生命也能发展智慧。可是文明一旦进入技术时代，便会遇到某种几乎无法避免的危机：核战争、生态崩溃、失控的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灾难、无法控制的纳米技术、资源冲突，或某种我们还没有预见的危险。文明越强大，它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大，同时它摧毁自己的能力也越大。一个原始物种很难让整颗行星失去宜居性，一个技术文明却可能在几个世代内做到。这就是大过滤器最令人恐惧的地方。宇宙的沉默也许不是因为生命没有开始，而是因为每一个发出声音的文明很快都会让自己沉默。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火星地下找到独立起源的微生物，或在木卫二海洋中找到生命，那会是科学史上的巨大突破。但从大过滤器角度看，它也可能带来一丝阴影，因为这代表生命的开始。也许并不困难，如果太阳系内就出现过2次生命，宇宙其他地方很可能也充满微生物，可我们仍看不到文明。那么真正困难的步骤可能还在后面。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我们在火星找到复杂生物遗迹，甚至发现另一个曾经繁荣却突然消失的技术文明，那将像一封来自宇宙的警告信。它会告诉我们，文明可以出现，但不一定能活得很久。当然，大过滤器只是思想框架，它不是已被证实的定律。宇宙沉默可能有许多较小因素共同造成，但它迫使我们提出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人类现在的位置究竟是在危险之后，还是在危险之前？我们是极少数成功穿过黑暗的幸存者，还是银河系里又一个刚刚走到悬崖边的年轻文明？ Yeah, I mean, I suppose you have to accept it's possible, except that the zookeepers don't hide themselves from the animals. So you could say they're pretty good at it. We're getting better at observing the universe and looking for signals in the universe and so on. So they'r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if they're sort of tracking our detection capability and continually avoiding, so I don't know, it's possible. But we don't know how many civilizations might there be in a galaxy like the Milky Way, for example.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How many worlds support life in the Milky Way galaxy?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We only know of one at the moment. Although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guess that surely there must be other places, even perhaps within our solar system, where life exists. But we don't know that at the moment. And so what ultimately we can say, I believe, is that we should behave as if we're the only civilization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Milky Way. That should be our approach to the way that we manage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planet and the way that we plan our futur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right, because we have no data, essentially. 第7章，文明可能存在，却没有理由让自己被看见。人类常假设，只要文明足够先进，它就会扩张，它会殖民行星，建造巨型城市，消耗更多能量，最后把工程痕迹写满整个星系。这种想象很大程度来自人类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能源使用持续增加，人口不断扩张，科技把地球表面改造成从太空也能看见的文明景观。可是，增长不一定是智慧的最终形态。一个成熟文明也许会选择相反方向，更小，更安静，更高效。他们可能不再需要庞大人口，不再把地表铺满城市，不再向太空大量泄漏能源。高效率科技可能让文明的外部痕迹逐渐减少。一部早期电脑可能占满整个房间。今天更强大的运算可以放进一个口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几千年，文明的核心也许会缩小到极难被远距离发现。他们可能生活在地下，躲避辐射与撞击，可能居住在冰封卫星的海洋深处，那里拥有稳定环境，却几乎不会向太空泄露任何讯号。他们也可能把思想数位化，不再依赖脆弱的生物身体。如果意识可以运行在机器中，文明就不必居住在温暖的行星表面。低温环境反而更适合运算，因为散热更容易，能源使用也可能更有效率。一个后生物文明可能离开行星，转移到外太阳系，甚至靠近星际空间，那里寒冷、安静，而且不容易被其他文明发现。我们却一直把望远镜对准温暖的类地行星。也许我们寻找的是文明的童年住宅，而不是它成熟后真正居住的地方。文明还可能进入虚拟世界，对他们而言，探索物理宇宙的收益可能远低于创造自己的数位宇宙。在虚拟环境中，时间可以被调整，世界可以被重建，资源可以被精确分配。一颗小行星的物质也许足以支撑巨量运算。这样的文明不需要殖民银河，不需要向我们发讯息，甚至不在意外部宇宙是否还有其他生命。他们会像一座封闭的梦境，从外面看几乎只是一个微弱热源。如果宇宙中的成熟文明普遍选择内向发展，那么我们期待看到的巨大帝国可能根本不会出现。文明越先进，反而越难被看见。这个想法颠覆了最常见的假设。我们一直认为落后文明沉默，先进文明喧闹，但真相可能正好相反。年轻文明因为技术粗糙而大量泄露讯号，成熟文明则学会把每一份能量都锁在自己的系统内。对宇宙而言，最智慧的文明也许看起来最像一块普通岩石。第8章，既然银河系很古老，为什么没有人到过这里？即使文明不主动发讯号，它仍可能留下另一种痕迹。旅行，银河系非常巨大，但它也非常古老。即使飞船只能达到光速的一小部分，一个持续扩张的文明仍可能在远短于银河系年龄的时间内把探测器送往大量恒星。它不需要一次飞越整个银河系，只需要从一颗恒星前往附近几颗，建立基地，制造新飞船，再从那些基地继续向外扩散。
像一圈圈涟漪，速度可能很慢，但只要文明不停止，数百万年后，足迹便可能遍布银河。数百万年对人类很长，对银河系却很短。这正是费米悖论最尖锐的部分。不是外星人为什么没有在今天打电话，而是银河系过去100亿年中，为什么似乎从未有任何扩张文明，在太阳系留下无可争议的痕迹。答案之一是星际旅行比想象中更困难，最近的恒星也在4光年之外。以现代太空船速度，旅程需要几千年，想大幅提高速度，就要面对能量的急剧上升。飞船越接近光速，加速所需的能量越惊人。它还必须减速，必须避开尘埃，必须承受辐射，必须在没有及时支援的情况下运行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一粒普通尘埃在极高速度下也能变成致命弹丸。一个微小导航误差，经过数十年飞行，可能让探测器错过整个行星系统。如果船上有人，困难还会成倍增加。食物要循环，水要回收，氧气要再生，船员要抵抗失重、辐射、疾病以及长期封闭造成的心理压力。世代飞船可以用几百年完成旅程，但那代表许多人出生在船上，也死在船上。他们从未见过地球，也未必认同祖先选定的目的地。因此，技术上可以做到，不代表文明真的愿意去做。扩张需要理由，需要资源，需要政治意志，还需要几千年不间断的计划。人类常把帝国扩张当成文明的自然本能，但外星文明可能没有领土欲望，他们可能人口稳定，可能没有个体死亡，可能不需要新的行星，也可能认为把生命送进危险的星际空间毫无必要。机器探测器似乎更合理，他们不需要食物，不怕孤独，可以休眠，也可以在抵达后利用当地材料制造复制品。这种能自我复制的探测器常被称为冯纽曼探测器。只要一台成功，它的后代就可能逐步扩散整个银河系。但自我复制也很危险，程式错误可能被一代代放大，探测器可能失去原始目标，甚至变成吞噬资源的失控机器。成熟文明也许会禁止这种技术，或者设置严格限制，让探测器完成任务后自我关闭。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来过，但时间太早。地球表面非常活跃，板块运动会吞没地壳，风化会磨平建筑，海洋会腐蚀金属，冰川会刮走地貌。数百万年后，一座城市可能只剩下难以辨认的化学痕迹。如果探测器在恐龙时代到达，它可能早已被沉积物掩埋，或者坠入海洋，或者被地质作用彻底破坏。月球的表面更稳定，小行星也能保存古老物体。也许真正的星际考古不应只在地球上进行，而应该搜索月球背面、拉格朗日点、近地小行星以及太阳系中长期稳定的轨道。可是直到目前，我们仍没有找到公认的外星探测器。这究竟代表从未有人来过，还是我们尚未认真检查一个比地球大得多的太阳系？ I think it was Carl Sagan again who argued, if a civilization like ours becomes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so multiplanetary and then interstellar, then you have to have solved these problems that cause us to be violent, predatory. And so he suggested that as you make progress and become more powerful,
and navigate these problems, as we said, these filters that may lie in the future. So you have to, for example, learn to get on as a planet, as a civilization, as one civilization on one planet, in order to flourish and to go out to the stars. So he would argue that, I think he did argue that maybe these other civilizations would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and so they would not expect a violent sort of interstellar, a violent civilization to come in, as you see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and try to take over everything, because violent civilizations like that don't really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are necessary to build interstellar spacecraft. That's what. Now, whether he's right, maybe he's being optimistic. The power of the Fermi paradox, ultimately, it's not dogmatic, it's the opposite of being dogmatic. It's saying, given that we have not yet observed anyone, what might the reasons be? And that's an interesting exercise. But it's not to say there isn't anybody out there. It's to say there's an observation here that we don't see anyone at the moment. So why might that be? So you're right, it might be everyone hides, or it might be that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it's just very rare that complex living things emerge. 第9章，黑暗森林，沉默也许是一种生存策略。现在，让我们走进最令人不安的答案。也许外星文明不是无法被看见，而是不敢被看见。黑暗森林的想象，因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而广为人知。它不是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却是一个强大的思想实验。宇宙像一片没有灯光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带着武器的猎人，他们听见远方的声音，却不知道声音的主人是谁，不知道对方是否友善，也不知道对方未来是否会变得强大。在地球上，陌生国家可以透过谈判逐步建立信任，但星际距离让交流变得极度缓慢。你收到一段友善讯息，它可能是1000年前发出的，你回复，对方又要等1000年。2000年内，政权可以消失，物种可以改变，文明可以从弱小变成无法抵抗的力量。任何承诺都很难跨越这种时间。于是猜疑链形成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攻击我，你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攻击你。我知道你在怀疑我，你也知道我知道。即使我们都没有敌意，恐惧本身也可能把双方推向先发制人。如果攻击速度接近光速，而警告讯号不可能更快，被攻击的一方可能没有准备时间。在这种极端情境中，暴露位置就像在漆黑森林里点燃火把，你也许吸引朋友，也可能吸引一个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的猎人。所以最安全的策略是保持沉默，关闭不必要的广播，隐藏能源使用，避免建造过于醒目的工程，甚至监视年轻文明，在他们足以构成威胁前做出决定。这能解释宇宙为何安静，因为所有活得够久的文明都学会了不说话，只有刚进入技术时代的文明才会毫无顾忌地向外泄露讯号。人类也许正处于这个危险阶段。我们的雷达扫向太空，我们把行星位置编入讯息，我们讨论向附近恒星主动发送更降的信标。支持者认为地球早已暴露，我们的大气能让远方观察者推测这里存在生命。高功率雷达也可能泄露人工痕迹，既然无法完全隐藏，主动交流也许能带来知识与合作。反对者则问，谁有权代表全人类向未知文明宣布我们的位置？如果风险极小，却不是零，我们应该冒险吗？黑暗森林最有力量的地方，不是它证明外星人一定敌对，而是它指出
即使对方可能友善，资讯不足也会让合作变得困难。可是这个假说也有弱点。首先，摧毁另一个文明未必比避开它更容易。跨越光年的攻击需要巨大能量与极高精度，目标在攻击抵达前可能已经发展或搬迁，攻击也会暴露攻击者的位置。其次，宇宙中的资源非常丰富，如果一个文明只需要水、金属和能源，无人小行星与恒星本身往往比有生命的行星更容易利用，它没有必要为资源发动星际战争。第三，文明的行为可能极其多样，只要其中一部分愿意广播，我们理应仍有机会听见，除非愿意广播的文明都活不久，或者他们很快就被其他文明制止。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黑暗森林存在，但也无法证明沉默是安全的。这是人类第一次向星际空间开口时，背负一个前所未有的责任。也许宇宙中的第一句问候会开启一段伟大的友谊，也许它只会得到永远的沉默，也许它会让森林中的某些东西慢慢转过头来。第10章，动物园禁区与被安排好的天空。黑暗森林不是唯一的沉默解释，还有另一种假说，看起来比较温和，却同样令人不安。也许外星文明知道我们存在，但他们刻意不接触，这被称为动物园假说。就像人类研究野生动物时，不希望自己的出现改变驼们的行为，先进文明可能把地球视为一个仍在自然发展的保护区，他们观察、记录，但不干预。也许接触必须等待某个门槛，当人类实现全球和平，当我们能安全控制高能技术，当我们抵达另一颗恒星，或当我们终于证明自己不会把新的知识用来自我毁灭。在那之前，地球仍被隔离。这个假说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公开接触，但它需要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条件：所有有能力接触地球的文明都必须遵守同一规则。只要有一个文明不同意，或者一台探测器故障，隔离就可能被打破。除非银河系真的存在某种强大的共同秩序，一套星际法律，或者一个足以阻止所有违规者的力量。另一种更极端的版本被称为天文馆假说，他认为我们看到的宇宙可能被刻意控制，先进文明也许能遮蔽讯号，制造看似自然的观测结果，甚至让地球周围像一座巨大天文馆。我们看到的寂静只是被安排好的景象。这种想法几乎无法验证，因为一个足以操纵所有证据的文明也能隐藏自己的操纵。科学面对无法被证伪的假说会非常谨慎。如果任何观测结果都能被解释为他们故意让你看到，这个假说便难以接受实验检验。但动物园假说仍提醒我们，接触并不只由弱小文明决定。当两个文明差距极大时，主动权几乎完全在更强大的一方。人类可以向森林呼喊，却不能要求森林回答。第11章，也许生命就在附近，只是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谈到外星生命，人们常把目光投向遥远恒星，但第一个外星生命证据可能不在几百光年之外，而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火星是最直接的候选者。今天的火星寒冷而干燥，表面受到强烈辐射轰击，但古代火星曾有河流，有湖泊，甚至可能有长期存在的水体。如果生命曾经出现，它可能留下化学痕迹，也可能退入地下。
在岩层深处，温度更稳定，液态盐水也可能短暂存在。微生物不需要城市，不需要阳光，只要有化学能，它就可能在地下缓慢生存。木星的卫星木卫2，表面是一层厚冰，冰下可能存在全球性海洋，潮汐力不断挤压卫星内部，产生热量。如果海底存在岩石与热液活动，那里便可能同时拥有水、能量和化学梯度，这正是生命需要的基本条件。土星的卫星土卫2更加令人期待，它把地下海洋的物质从南极裂缝喷向太空，探测器不必钻穿数公里冰层，只要飞过余流，就能直接采集来自海洋的颗粒，其中已发现水、盐与有机物。这些不是生命证据，却证明那里拥有值得深入搜索的化学环境。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则像另一种地球，它有河流，有湖泊，有雨，但流动的不是水，而是液态甲烷与乙烷。它的表面极度寒冷，化学反应很慢。如果生命在那里存在，它可能与地球生命完全不同。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代谢产物。还有金星，它的地表像地狱，但在高空云层某些高度，温度与压力相对温和。问题是，云滴含有高度浓缩的硫酸，地球生命能否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仍然极具争议。任何生命主张都需要非常严格的检验。太阳系这些世界揭示了一个重要可能：生命也许很多，但大多数生命永远停留在微生物阶段。它们生活在地下、冰下、云层中，没有火，没有无线电，也无法看见星空。如果海洋被数十公里冰层封闭，那里的智慧生物甚至可能永远不知道宇宙存在。它们的整个世界就是一片黑暗海洋。在他们的哲学里，天空也许根本没有意义。因此，生命可以普遍存在，而技术证据仍然完全缺席。宇宙可能到处活着，却只有极少数生命能够抬头。The first thing to say is it would be remarkable if we found microbial life,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know if life began in more than one place in the solar system,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And I've spoken to a few colleagues who work on the Europa Clipper mission at JPL, who said that if we don't find life on Europa, if our picture of Europa is correct, and there's this long-lived ocean and active geology and so on, and we still don't find life, we might start to think that even the origin of life might be rare. But you're right to say that when we talk about aliens, if we use that word, then people are really asking, is there anything out there that we can talk to? Right? Is there things like this out there? That's a whole other question, perhaps. Let's say that we find that life began on Mars and Europa. So let's say we find microbes. Then, as you say, the question becomes, how likely is it that given the origin of life, at some point you get intelligence, complex living things, and then intelligence at the civilization level? And again, of course, we don't know. But we do have the only piece of evidence we have that would allow us to make a guess is the time that it took to go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to a civilization on Earth. And that time is something like 3.8 billion years. So let's say around 4 billion years. The Earth is 4.5 billion years old. So we have two pieces of evidence, really. One is that life began pretty much as soon as it could on Earth, give or take, right, when the Earth had formed and cooled down. But then it took something like 4 billion years to produce a civilization. And that is a long time. That is about a third of the age of the universe. And so if that is typical, and again, to emphasize, we don't know, it's the only piece of evidence we have, but if it really does take many billions of years to go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to things like us, then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number of civilizations might be quite low.
in a galaxy like the Milky Way. And that's jus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we live in a violent universe. Many stars don't live for 4 billion years, for a start, right? So you need a particular kind of star.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longest lived stars, which are red dwarf stars, which are the most numerous in the galaxy,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life because the planets have to be very close to the star in order to be warm enough to be in what's called the habitable zone around the star. If it's a dim star like a red dwarfs are very active stars. You get planets that are what's called tidally locked, which means that one face always faces towards the star, in the same way that our moon always presents one face to the Earth. It's the same effect. So that doesn't seem to be a setup that you could imagine would produce an ecosystem as complex as ours. You can make kind of educated guesses. So that's why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many biologists I speak to, not all, but many, would say that giv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the things that had to happen to produce complex multicellular life on Earth and then intelligence, given all that, then it might be unusual to produce complex living things like us. But I emphasize we're talking about science here. So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then we can look at what we can see and try to make some educated guesses. But that's not to say that, absolutely not to say that we shouldn't look. And so programs like SETI, for example, looking for radio signals, but signatures of civilizations. As I mentioned, 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is now capable of looking at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atmospheres. You could imagine seeing oxygen at high concentration in an atmosphere, which then suggests photosynthesis is present on the planet. So it's possible we could detect life on a planet around a distant star before we detect signs of it on Mars, even if it exists on Mars. Or it could be, I suppose, you could imagine megastructures around stars, these ideas of Dyson spheres and incredibly advanced civilizations building such large objects in space that you could see a signal of them. And we do, it's a legitimate part of astronomy to look for those signals. But so I should mention that we haven't seen any as yet. 第12章，我们寻找的也许只是地球的倒影。人类寻找生命时，通常先寻找水，再寻找碳，再寻找氧气。这很合理，因为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都建立在碳化学之上，水则是生命反应的主要舞台。但这也形成了一个盲点，我们寻找的可能不是宇宙中的生命，而是另一个版本的地球。碳非常适合生命，它可以形成4个化学键，可以连成长链，形成环状结构，建立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储存遗传资讯的分子。碳键足够稳定，又足够灵活，这让它成为复杂生命化学的理想骨架。但元素周期表中，碳的正下方是硒，硒同样可以形成4个键，它在岩石行星中十分丰富，所以科学家与科幻作家长期想象硒基生命，一种不是由柔软有机物，而是由硒化合物支撑的生命。问题是，硒没有碳那么灵活，硒与硒之间的键通常不如碳链多样稳定，硒又非常喜欢与氧结合，最终形成二氧化硒，也就是石英和沙子的主要成分。碳基生命氧化食物后，可以排出气态二氧化碳，但类似的硒代谢可能产生固体废物。想象一种生物，每一次呼吸都要排出细小矿物，这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会让代谢系统非常困难。谁也会限制许多硒化合物，因此真正的硒基生命可能需要不同溶剂：液态氨、液态甲烷、液态乙烷，甚至浓硫酸环境。这些世界的温度、压力与化学条件都与地球截然不同，那里的生命
可能极慢，一次代谢也许需要几个小时，一次繁殖也许需要几十年。我们的探测器停留几天，可能只看到一片毫无变化的景观，然后错误地宣布这里没有生命。硒未必完全取代碳，更可能的情况是混合型生命。地球上的硒藻会建造精致的二氧化硒外壳，一些植物也利用硒强化组织与抵抗环境压力。它们仍是碳基生命，却证明生命可以把矿物纳入自己的身体。未来的外星生物也许有碳构成的代谢核心，却拥有硒酸盐骨骼、金属外壳或晶体状感觉器官。它们不会像科幻电影中的石头人，就像人类由碳构成，却不像煤炭。元素决定化学可能，不决定生命外表。还有更陌生的可能，生命未必依赖我们熟悉的细胞，它可能是一个会自我维持的化学网络，一片能复制结构的矿物表面，一团在大气中延续的反应系统，甚至一种以电磁场或等离子体结构维持的复杂现象。这些想法非常推测性，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存在，但它们指出一个重要限制：生命的定义是由地球生命写成的。我们要求生命能代谢，能繁殖，能演化，能对环境做出反应。可是病毒是否算生命？人类至今仍有争论，连地球上的边界都不清楚。面对完全陌生的化学，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认得它？也许外星生命不是太远，而是太不像生命。第13章，真正先进的文明可能已经不再是生物。一个文明从生物演化开始，但它不一定永远保持生物形态。人类已经把记忆存进机器，把决策交给演算法，把感官延伸到太空望远镜，把思想透过网路跨越整颗行星。如果这条道路持续，几千年后的文明可能把生物与机器彻底融合。几万年后，它也许不再需要行星表面。生物身体很脆弱，需要狭窄温度，需要特定大气，需要食物与水。机器可以承受更广环境，可以休眠数千年，可以复制，也可以在星际旅行中把时间当成不重要的成本。一台探测器用10000年抵达目标，对人类而言几乎不可接受。对一个不会衰老的机器文明而言，那可能只是普通航程。如果外星智慧大多已经后生物化，我们搜寻类地行星就可能找错地方。他们也许更喜欢寒冷区域，寒冷能提高运算效率，减少散热成本。他们可能拆解小行星，建造庞大计算结构，可能环绕红矮星生活，因为红矮星能燃烧极其漫长的时间，也可能等待宇宙进一步冷却，再用同样能源完成更多运算。对他们而言，文明的核心目标不再是扩张领土，而是延长计算、保存资讯或探索内在世界。这样的文明可能没有城市灯光，没有氧气大气，也没有我们熟悉的无线电节目。它们的存在可能只表现为一个异常低温或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甚至刻意让废热接近宇宙背景温度，我们很难看见它们。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可能，成熟文明可能主动降低运行速度，在低温环境中，每一次计算耗能更低。如果没有迫切危险，他们可以把1秒思考拉长成外部世界的1年。从我们的时间尺度看，他们几乎像死去一样安静。
但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他们可能正在经历无比丰富的文明历史。我们倾听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年，却可能错过一个每隔100年才发出一次脉冲的文明。生命的时间尺度也许与我们完全不同。That's a good question. It goes back to the Fermi paradox. I think it looks like, to me, that it's inevitable that a civilization like ours, which is biological, ultimately will become, silicon-based or whatever it is. We're going to do that at some point, perhaps in the near future.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that's not possible,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it. And then you open up this possibility of sending life, albeit the von Neumann machines, right, the replicators, out to the stars. Think about Mars, for example. Why aren't we on Mars now? It's not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We have stuff on Mars, but they're robots. Because it's easier to send robots to Mars than people. People are really not very good at space flight. Biologically, it's difficult to go to our nearest neighbouring planet is challenging because the life support systems are difficult. Our biology is not built for that. It didn't evolve for that. So it's hard. It's much easier if you can send machines. So I think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ultimately will be machine-based. Again, that then feeds into the question of why nobody's done it. Because you become immortal, basically, as a civilization, if you can do that. If you can send your machines out to the stars, then that's it. Your civilization will live forever, effectively,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第14章，我们最先找到的可能不是外星人。如果外星生命真的存在，人类最先发现的会是什么？很可能不是一艘降落在城市上空的飞船，也不是一段清楚说出你们好的讯息。最先出现的证据可能非常微弱，也非常不浪漫。一组大气光谱，一种不寻常的气体组合，一块岩石中的微小结构，一个同位素比例，或一段来自冰下海洋的有机分子链。第一个外星生命可能只是一个微生物，甚至只是一个化石痕迹，但它的意义将比任何帝国更加巨大，因为只要生命在太阳系内独立出现过2次，就意味着宇宙不只拥有一次成功案例。生命可能是物质在合适条件下自然走向复杂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找到技术文明，证据也可能先以间接形式出现。一颗行星的大气中存在自然过程很难大量制造的工业气体，一个行星叶面出现不符合火山与闪电的照明，一颗恒星的亮度被大量人工结构以复杂方式遮挡，或一个恒星系统的废热显示有人正在使用惊人能量。这些技术标志比等待一通电话更现实。文明可能不想与我们交谈，但只要它使用能源改造环境，就可能留下物理痕迹。问题是，自然界也非常有创造力。尘埃可以遮挡恒星，火山可以改变大气，闪电可以产生奇特化学物，行星碰撞可以制造红外线过量。每一个令人兴奋的候选讯号都必须先经历漫长排除。真正的发现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确定，它可能从一篇谨慎论文开始，接着出现争论，更多望远镜加入，模型被修正，替代解释一个个被排除。几年后，人类才慢慢意识到，我们真的不是唯一的生命。那一刻可能没有爆炸，没有飞船，没有全球天空同时亮起，只有一条光谱上的细线，却让人类几千年的孤独突然结束。第15章，宇宙中的4个文明，为石魔永远没有相遇。让我们暂时离开地球，想象银河系里真的存在4个文明，他们都不孤单。
却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第一个文明诞生在一颗红矮星旁，它的世界比地球古老，生命很早便进入海洋，微生物铺满浅海，植物状生物开始改变大气。几十亿年后，那里出现智慧，他们建造城市，发明数学，也把天线指向天空。但红矮星不安定，一次次强烈耀斑，轰击行星大气。文明花费巨大资源，把城市迁入地下。为了生存，他们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广播，他们不再照亮页面，不再把能量浪费在太空。最终，整个文明藏进岩层深处。从远方看，那颗行星恢复沉默，第一个文明仍活着，却没有人看得见。第二个文明生活在一颗冰封卫星的海洋中，他们有语言，有社会，有精密的生物技术，他们能听见海底震动，能感觉母行星的潮汐，却从未见过星光。在他们的宇宙观里，世界上方是一层无法穿透的冰，冰层之外是没有意义的未知。他们不会使用火，不会冶炼金属，也不会发明无线电望远镜。智慧在那里繁荣了几百万年，但他们从未向宇宙发出一个讯号。第二个文明充满思想，却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天空究竟是什么。第三个文明与人类最为相似，他们生活在一颗温暖的岩石行星上，有海洋，有大陆，有一颗稳定的恒星。他们发明工业，进入原子时代，广播开始向星际空间扩散。整整300年，他们的行星在无线电中闪耀。300年后，文明结束了，原因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气候失控，也可能是他们创造的系统超越了自己的控制。城市熄灭，卫星坠落，大气慢慢恢复。几万年后，行星表面只剩下模糊痕迹，但那300年的讯号仍像一个空心球壳，向银河系扩散。某一天，它会经过地球，也许只持续几秒，也许落在我们没有监听的频率，也许就在2次观测之间掠过，然后永远消失。第三个文明曾经大声呼喊，只是没有人刚好听见。第四个文明比前3个都古老，他们早已离开生物身体，思想运行在寒冷太空中的计算结构里。为了节省能量，他们把运行速度降得极低，外部世界的100年相当于他们主观时间的1天。他们不扩张，不广播，也不关心附近年轻文明的喧闹，他们只是等待，等待宇宙变得更冷，等待同一份能量可以完成更多计算。在我们的望远镜里，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暗淡天体，温度略有异常，却没有任何戏剧性讯号。第四个文明极度先进，先进到看起来几乎不存在。现在把这4个文明放回同一个银河系，地下文明没有广播，海洋文明不知道太空，短命文明的讯号被所有人错过，机器文明安静地像自然物体。银河系同时拥有4种智慧，可每一种智慧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宇宙中没有其他人。这个思想实验揭示，费米悖论或许不是一道需要单一答案的谜题。沉默可能来自许多原因叠加，距离、时间、环境、技术、文化、运气，每个因素只需要降低一点点，文明互相发现的几率就可能迅速降到接近0。我们不必假设银河系完全空旷，只要假设相遇，
比想象中更难。Well, it's the Fermi paradox. So the Fermi paradox, going back to the great physicist Enrico Fermi, is essentially the question, where are they? You base that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let's say there are somewhere between 200 and 400 billion suns in the Milky W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 think a lot of them have planets. Many of them have potentially Earth-like planets. So you have 13 billion years of time. You hav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suns, probably trillions of planets. And so it is a reasonable question to ask, why not? Why has a civilization not arisen ahead of us? So let's say a billion years before us. Why has no civilization escaped its home world, apparently, and essentially written its existence across the sky? Why is that? Why don't we see anybody? One of the arguments is often framed in terms of self-replicating machines, so-called von Neumann machines, after the great mathematician John von Neumann. And so essentially the idea is that what are we? What's a human being? It's a replicator, right? So it's a physical object. It operates according to laws of physics. That's what we do, and we replicate. And so it seems that there's no reason why we couldn't build replicators that are essentially, AIs, basically, right? It's almost like an AI-controlled 3D printer with some mining stuff attached to it, and you send it off to the asteroids or to Mars or to Alpha Centauri, to the system there and all the raw materials will be there to allow this thing to replicate. And then you can build a kind of a model of that, how those replicators might spread throughout a galaxy. And people have done this, of course. There's a great book, as an aside, I would recommend, by John Barrow and Frank Tipler, which is a huge influence on me, called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And it's a very famous book. There's a great series of calculations in there just showing you how you might estimate, if you could build one of these self-replicating machines, how long would it take, given some reasonable technology, to move between star systems? How long might it take to replicate itself? And you end up with calculations that say that if someone had done that, even a few 100 million years ago, those machines would be everywhere. It's like a virus, right? In a sense, it just propagates. It's a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se things. And so you would cover the galaxy in them. And it is true that we haven't observed any. So you might say that that's evidence that nobody ever did it. Or, in the spirit of being scientific about it, you could think, well, yeah, maybe these replicators are the size of a phone. Maybe they're tiny. Maybe they're so advanced that they'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we don't recognize them. So you can argue about the Fermi paradox, but broadly speaking, it's the observation that we've looked a bit, and all our observ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of all the observations we've made, we have never seen evidence of anyone else. And so that's and it is a paradox because there's been so much time and so many planets, and it would seem as if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we could see, and they haven't, as far as we can tell. 第16章，如果外星文明正在看地球，他们能看到什么？让我们把方向反过来，不再问我们能否看见外星人，而是问外星人能否看见我们。从月球看地球，蓝色海洋与白色云层清楚可见。从太阳系外缘看，地球只是一个微小亮点。从几光年外看，它甚至不再是一个像素，它的光会与太阳混在一起，想直接拍到地球，就像站在很远的地方，试图看见探照灯旁边的一粒灰尘。外星天文学家更可能使用间接方法，当地球经过太阳前方，太阳亮度会略微下降，如果观测角度刚好合适，他们能推算地球大小与轨道，分析穿过大气的星光，还可能看到氧气、水蒸气以及其他气体的痕迹。氧气会引起注意，因为它非常活泼，如果没有持续补充，很难长时间大量存在。但氧气也不是绝对证据，某些非生物过程，
也可能在特定行星上累积氧气。外星观察者需要更多线索：海洋反光、云层循环、季节变化、大陆表面可能存在的植被特征。如果他们的望远镜足够强大，也许能看见地球大气的化学失衡。他们可能很早便知道这里存在生命，但知道生命存在，不代表知道文明存在。地球被生命覆盖了数十亿年，可绝大部分时间，它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污染，没有夜间灯光，也没有人工无线电。人类技术文明只在地球生命史最末端留下极薄的一层痕迹。从100光年外，观察者看到的是100年前的地球，他们可能看到早期工业化，却看不到今天的网络、卫星与人工智慧。从1000光年外，他们看到的是中世纪地球，没有全球无线电，没有明显工业气体，人类文明可能完全隐形。从10000光年外，他们看到的是农业刚开始发展的地球。从银河系另一端，他们看到的地球，甚至可能还没有现代人类。所以，即使一个强大文明正在观察，他也未必知道我们已经醒来。他看见的只是地球过去的幽灵。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每一颗遥远行星，也都是过去。一颗看似没有文明的行星，今天可能已经灯火通明；一颗看似充满生命的大气，今天也可能已经死去。望远镜不是窗户，它更像时间机器，每一次观测都在翻阅宇宙不同年代的旧照片。我们看不到外星生命的证据，也许只是因为我们从未看见任何世界真正的现在。第17章，行星不是永远宜居，文明也没有永远安全。人类习惯把行星分成2类，宜居或不宜居，但宜居并不是固定状态，它会改变。恒星会变亮，行星轨道会扰动，大气会流失，海洋会蒸发，火山活动会减弱，板块运动可能停止。生命需要的窗口可能只打开一段时间，有些世界窗口只有几百万年，微生物也许来得及出现，复杂生命却来不及演化。有些世界窗口开启几十亿年，但一次巨大撞击便能让演化重新开始。超新星、伽马射线暴、恒星耀斑，附近天体的轨道改变。宇宙不是平静实验室，它会不断打断生命。地球也经历过多次大灭绝，大部分物种都曾从生命舞台上消失。恐龙的终结为哺乳动物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那颗小行星没有撞击，人类是否会出现？没有人知道。灾难可以摧毁复杂生命，也可以改变演化方向。智慧的出现可能依赖一连串无法重演的偶然。文明出现后，行星仍不会停止变化，它的母恒星会继续演化，太阳也会逐渐变亮。在极遥远的未来，地球表面将不再适合今天的生命。任何想长期存在的文明，最终都要离开出生行星，或改造它，或把自己变成能适应新环境的形态。这可能是一道新的过滤器。文明必须在行星宜居窗口关闭前掌握星际生存能力，否则再聪明的物种也只是一场暂时现象。它可以写诗、建造城市、理解量子力学，最后仍与海洋一起消失。银河系也许曾经出现过许多文明，只是它们没有及时离开，它们的恒星变得不稳定。
行星环境逐渐恶化，文明在最后几千年里仍向宇宙呼喊，可声音抵达其他世界时，发信者早已不存在。宇宙可能充满遗言，只是我们尚未收到。I find it inconceivable there aren't other civilizations out there somewhere.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really? Do they overlap in time, and how far do you have to go to find one? And if it's true that we're the only civilization in the Milky Way, in a sense, I think that's all that matters to us. Because I don't see any chance of civilizations crossing between galaxies. I just don't see it. You could do it. The laws of physics don't stop you from doing it. So, and that's just the way, one example would be the way that relativity is, even without wormhol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Just special relativity, Einstein's theory of special relativity tells you as you go close to the speed of light, let's say you launch from the Earth and accelerate such that at some point you're traveling, let's say 99.999999% the speed of light, because I know this number. So if you're going at that speed, then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galaxies, let's say the Andromeda Galaxy, that shrinks by a factor of 7,000. It's called the gamma factor in relativity. So the distance to the Andromeda Galaxy is no long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pacecraft, is no longer 2.5 million light years. It's 2.5 million light years divided by 7,000, which is still not enough, right, to get you there in any reasonable time. But you can, as you approach close to the speed of light, that factor can become arbitrarily large. According to just physics, if you could do that, you can travel between the galaxies. But you've got to travel extremely close to the speed of light in a human lifetime. The limit, by the way, in relativity, which you can't, but if you were to travel at the speed of light, then the distance shrinks to zero. The closer you get to the speed of ligh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meone in the spacecraft traveling between the galaxies, the more the distance shrinks. The flip side is that time passes more slowly on the spacecraft relative to the person on the Earth, and so you can, all those things, but that's just standard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relativity. So I wouldn't claim the laws of nature as we understand them stop you traveling between galaxies, but the challenge of traveling very, very, very close to the speed of light, I think it looks impossible from our perspective. 第18章，真正的难题也许是文明如何活过自己的青春期。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期，可能不是它最弱小的时候，而是它刚刚获得巨大力量，却还没有学会如何使用的时候。人类正在进入这个阶段，我们能改变气候，改造基因，分裂原子，制造能自主决策的系统，也能在短时间内影响整颗行星的未来。但我们的心里仍保留着远古部落留下的本能，恐惧陌生人，争夺地位，偏袒自己群体，追求眼前利益。技术前进得很快，智慧与制度却未必同步成熟。这种差距可能是许多文明无法跨越的危险区。当能源变得强大，战争的代价急剧增加。当生物科技普及，少数人的错误也可能成为全球灾难。当人工系统接管基础设施，目标设定的一点偏差可能被放大到整个文明。技术让文明更有能力解决问题，也让错误更加不可逆转。如果银河系中的文明普遍在技术青春期失败，宇宙就会呈现今天的模样。到处可能有生命，偶尔出现智慧，短暂亮起科技之光，然后熄灭。没有文明活得足够久去完成大规模星际工程，没有文明能维持数百万年的连续计划。我们看不到戴森球，看不到银河帝国，不是因为智慧从未出现，而是智慧从未真正长大。但大过滤器并不一定意味着悲观，知道危险存在本身就是改变结果的第一步。文明可以建立合作制度，可以发展安全技术，
可以让风险分散，可以把生命送往多个世界，只要不再把全部未来压在一颗行星上，但一灾难便不容易终结一切。人类寻找外星文明，也许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我们其实在寻找先例，想知道是否有文明成功活过了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存在了几十万年的文明，它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它会证明技术不必以毁灭收场。沉默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这种保证。我们不知道前方是否有道路，也不知道每一条路是否都在同一处中断。人类只能成为自己的实验，用自己的选择回答宇宙没有回答的问题。 It's a great question. The answer is we don't know how rare it is, and we are trying to detect it. So in our solar system, primarily,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I should say, that with 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and other instruments that are coming online now, that it's possible we could detect biosignatures in the atmospheres of planets around distant stars. But that's at the edge of our capability at the moment. So at the moment we're talking about, of course, the missions to Mars, not yet quite designed to detect life, but to check if the conditions were present on Mars that may support life.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we're pretty sure that the conditions on Mars 4 billion years ago, let's say, were very similar to the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origin of life on Earth. And so we've got the Perseverance rover now, which is taking samples as part of the Mars Sample Return mission, which hopefully, although the timeline is by no means clear, but hopefully those samples will return to Earth at some point, let's say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ith luck. That's because we suspect that there may be evidence that life existed or may still exist on Mars, because we're pretty sure that there were oceans, or at least lakes and rivers on Mars for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around 4 billion years ago. And we know that there's a high water content in the soil. I think we suspect there may be pockets of water below the surface, so it's possible life may still exist on Mars. So that's an open question. As we speak, there are 2 missions in flight to Jupiter, to the Jovian system, in particular focused on Europa, which is Jupiter's moon, which is famously, I think, one of the prime candidates for life beyond Earth, because it has an ocean, a saltwater ocean, it has active geology, and it seems as if that ocean has been there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the 2 missions that are on the way are Europa Clipper, which is the NASA mission, and JUICE, which is a European mission, which are both really focused at not looking for life specifically, they're not equipped to do that, but to see if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in preparation, hopefully, for a future mission. 第19章，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有人回答？寻找外星生命，表面上是一项科学工作，但在更深的地方，它也是一面镜子。人类想知道自己是否孤单，因为孤单会改变一切。如果宇宙中到处都是文明，人类就不是故事的中心，我们只是众多智慧之一。我们的科学、艺术与历史可能只是银河系巨大图书馆中的一小页，这会让人感到渺小，也会让人感到安慰，因为智慧不是一次偶然，文明也不是一盏随时可能永远熄灭的孤灯。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唯一，意义就完全不同。宇宙用了数十亿年形成恒星、行星与元素，在至少一个角落，物质开始感觉，开始记忆，开始询问自己为何存在。如果没有其他文明，那么人类每一次战争，每一次生态破坏，都不只是地方悲剧，它可能威胁宇宙中唯一已知的自我认知。所以无论答案是哪一个，它都会改变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外星生命存在，地球是文明群岛中的一座岛；外星生命不存在，地球就是黑暗宇宙中唯一的火种。
两种答案都让地球更珍贵。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也常暴露人类自己的恐惧。我们想象侵略者，因为人类历史有侵略；想象殖民者，因为我们曾经殖民；想象仁慈导师，因为我们渴望有更成熟的智慧，替我们解决无法处理的问题；想象冷漠观察者，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在宇宙中毫不重要。外星文明也许与这些形象毫无关系，但在真正接触之前，我们只能用人类经验填补沉默留下的空白。这就是为什么外星生命问题如此难以保持冷静。我们不是只在寻找另一种生物，我们在寻找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的答案。 I think Mars is the one we understand the best other than Earth. And we have very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conditions were right for life, let's say around 4 billion years ago, so when life was beginning on Earth. So Mars is, I think, the prime candidate because it's easy to get to as well. So just, scientifically, we've got a lot of space probes in orbit and on the surface. But also, I think it's true that some of the moons of Jupiter, Europa, is a very strong candidate. So all these so-called water worlds, 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of the moons in the solar system where we think there are subsurface oceans. The guess, I suppose, at the moment, the assumption, let's say, is that given water and given active geology and given the right chemistry, it's called redox chemistry, so reducing ocean, let's say, and oxidants that can come into it, which means that electrons can travel around. Given those conditions, which do seem to be present in a lot of places, then why not, given that amino acids are very common, so the building blocks of life are certainly around everywhere. I think it was Haldane, I can't remember who it was, a famous biologist, who just said that life is an electron looking for a place to land. It's just chemistry, ultimately. That's the thing about life. Whatever it is, it's very complicated chemistry, but it's chemistry. And chemistry,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chemistry happens. I can't think I've met many biologists who think there's something strange and unlikely about the origin of life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I might be wrong there, but the key thing to say though is we don't know. So we don't know what sort of a thing that is, the origin of replicators essentially. So you're talking about carbon, probably long chain carbon molecules that can encode a pattern, and that the pattern can be copied, basically. So just physically, that's what DNA is, right? Or RNA, it's a code, it's a pattern, it's a chemical pattern that's able to copy itself. And, we don't know how that started. 第20章，那些令人失望的假警报，为什么仍然重要？寻找外星生命的历史。充满令人激动的时刻，一个讯号突然出现，一颗恒星不规则变暗，一种气体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新闻迅速传遍世界，人们开始问，这一次会不会是真的？然后几个月过去，更多资料出现，仪器问题被发现，自然机制被提出，最令人兴奋的解释慢慢退回众多可能之一，公众感到失望，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总是在推翻自己，但这不是科学失败，这正是科学运作的方式。一个异常出现时，科学家不应立刻忽略，也不能立刻宣布外星生命，他们要保留可能，在努力摧毁自己的假设。如果一个结论能在最严格的怀疑下存活，它才有资格被称为发现。宇宙中有很多现象，在第一次出现时像人工讯号，脉冲星的节奏，精确的像时钟，快速射电爆发，会在极短时间释放巨大能量。恒星黑子、尘埃与碎片，能造成复杂的亮度变化。大气化学也可能被恒星紫外线推向反直觉的状态。自然界没有义务按照人类直觉行事，
它能制造规律，也能制造看似有意义的巧合。人类大脑则特别擅长在噪声中寻找图案，这是我们生存的能力，也是我们容易误判的原因。看到草丛晃动，把它误认成猛兽，代价可能只是虚惊一场；把真正的猛兽误认成风，代价却可能是生命。演化让我们倾向先看见意图，再寻找原因。所以面对天空中的奇怪现象，我们很容易把未知想象成另一个智慧。科学方法的作用就是抵抗这种冲动，它要求资料，要求重复，要求公开检查，要求替代解释。这会让答案来得很慢，却也避免人类把愿望误认为现实。假警报还有另一个价值，它们会改进仪器，暴露搜索漏洞，迫使科学家建立更好的模型。每一次错误线索都让我们更清楚真正的证据应该长什么样子。也许最后的发现正是建立在几十次失望之上。一条讯号被确认是人造干扰，下一次我们便更懂得排除地球来源。一种气体被证明能自然形成，下一次我们便会寻找更多互相支持的化学特征。一颗恒星的异常被尘埃解释，下一次我们便知道如何分辨废热与自然红外线。寻找外星生命不是等待一个完美奇迹，而是逐步缩小误判空间，直到某一天所有普通答案都失败，只剩下一个我们曾经不敢相信的解释。 I said it's suspicious to me that every time you see depictions of aliens, they just look like humans in a kind of suit, like with some little makeup on and things like that. Why? And obviously, if you go back to Star Trek in the 1960s, that's because it was really expensive to do anything that wasn't someone dressed up in a rubber suit. And it is true that the aliens of popular culture that we see, the UFO kind of people, they're all just like E.T. They all look like E.T., right? Steven Spielberg's E.T. And so I did say I don't understand that. I don't see why it would be the case. Someone who's a biologist did, I think, reply somewhere on the web and say you can make some arguments that maybe this is a fairly common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being able to have depth perception. So a couple of eyes, you need to triangulate. So, and that's useful if you're predators or prey. And how do you run around on the surface of a planet like this? Maybe 4 legs or 2 legs is there are things with more legs, right, on the planet, but this symmetry, this bilateral symmetry that we have, maybe that's quite common. Maybe it's the way that you evolve with a mouth at one end and whatever, and you can eat food and that. I guess I don't know enough. Maybe you can make some arguments. My guess is, unless someone could make a very strong argument to me otherwise, that I don't see why things should all look like us. I just don't see that. 第21章，也许我们应该寻找遗迹，而不是等待问候。文明不一定会与我们同时存在，但它留下的东西可能比它活得更久。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即使明天突然消失，某些痕迹仍会保存很长时间。地下矿井、混凝土层、塑胶颗粒、放射性同位素、改变过的沉积物，以及大气中不自然的化学变化。几百万年后，摩天大楼可能不复存在，但地质记录仍可能留下文明曾经活动的薄层。外星文明也可能如此，他们的广播已经停止，城市已经风化，生物已经灭绝，但采矿留下的元素分布或许仍不自然。大气中的工业化合物可能持续数百年，轨道上的大型物体可能在稳定位置保存更久。行星叶面不再发光，可是大规模工程可能改变整个行星的热平衡。
如果文明曾经把大量太阳能转化成可用能源，最终仍要排出废热，能量不会消失，它只会从高品质形式变成低品质热量。因此，红外线可能是宇宙考古的重要工具。一个恒星系统若吸收大量可见光，却以异常方式释放红外线，就值得仔细研究。这不代表一定存在人工结构，天然尘埃也会产生类似结果，但结合其他证据，它可能指向大规模能源使用。文明还可能移动小行星，调整行星轨道，改变恒星光谱，甚至把讯息刻进长期稳定的天体运行方式。这些工程若真的存在，可能比无线电讯号持久得多，讯号只在经过10倍听见，遗迹则会停留，等待后来者发现。太阳系本身也可能保存外来技术痕迹。月球没有风雨，地质活动较弱，一个放在月面的物体可能保存极其漫长的时间。地球与太阳的某些引力平衡区域也适合长期放置探测器。小行星表面更可能保存古老撞击与外来材料。如果某个文明在几百万年前派出无人探测器观察地球，它不必降落在城市旁边，当时根本没有城市，它可能停在远方轨道，收集资料，完成任务后休眠。今天，它也许只是一个几公尺大的黑色物体，藏在拥有无数岩石的太阳系里。我们至今详细检查过的地方少得可怜。这并不是说太阳系一定有外星探测器，而是提醒我们，没有找到的力量取决于我们找的有多彻底。当搜索范围极小时，沉默不能提供太降的结论。未来寻找外星文明也许会越来越像考古学，不再期待对方正在说话，而是研究行星、卫星、尘埃与光谱，寻找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第一个被发现的外星文明可能早已死亡。我们收到的不是问候，而是遗迹；不是一个活着的朋友，而是一则穿越时间的警告。 If we find that life began a separate origin to Earth on Mars or Europa or anywhere else, then I think you just assume then that life is common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f you have two separate genesis moments in a single solar system, then I think you can just assume, you can extrapolate then. So then the question becomes, given some kind of simple life, single cells, replicators, given that, how likely is it that you suddenly get something like us that has a conversation, which is kind of a big jump. I mean, you think about what we are. I think it was Sagan who said that a physicist is a hydrogen atom's way of learning about hydrogen atoms. You start with the universe 13.8 billion years ago with quite a lot of hydrogen, some helium, and a little bit of lithium and some other stuff, but not much, right? Basically hydrogen and helium. And then 13.8 billion years later, you'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have worked out that 13.8 billion years ago, the universe was made in the hydrogen and helium. It's quite a big ask, it seems. So it may be a whole other question. Is it inevitable that given the origin of life and some time, let's say, 2 billion years, 3 billion years, 4 billion years, if you can have a planet that supports an unbroken chain of life for 4 billion years, is there a really high probability that you'll get intelligence, or is there a low probability you'll get intelligence? We don't actually even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终章，也许沉默本身就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条讯息。现在，让我们回到夜空之下，星星仍然在那里，宇宙仍然沉默，但我们已经知道，沉默可以有很多含义。生命可能极其罕见，复杂生命可能更罕见，智慧也许不是演化必然。
技术文明可能只存在很短时间，文明之间可能被数千光年的距离分开，它们的讯号可能尚未到达，也可能早在人类学会倾听前便已经掠过地球。我们搜索的频率可能不对，时间可能不对，方向可能不对，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现象才算人工。外星生命也许藏在冰层下，藏在岩石深处，生活在甲烷湖中，漂浮在酸性云层。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明火，永远不会建造天线，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先进文明可能选择安静，因为效率，因为冷漠，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虚拟世界，或者因为宇宙真的像一片黑暗森林。他们知道，活得最久的方式就是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存在。还有一个答案，最难被人类接受。也许我们真的很早，宇宙已经古老，但能长久燃烧的红矮星还会存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在宇宙生命可能拥有的全部未来里，现在也许仍接近清晨，大多数生命可能还没有诞生。人类不是迟到者，而是第一批醒来的人之一。如果真是如此，我们看不到外星文明，不是因为文明失败，而是因为宇宙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如果智慧极其罕见，那么地球不只是一颗行星，它是宇宙目前已知唯一能看见自己、理解自己，并询问自己从何而来的地方。每一片森林，每一座海洋，每一种生命，都可能是宇宙中无法轻易重复的结果。人类是否能跨越大过滤器，也许不只是人类自己的问题，它可能决定宇宙中的思想之火能否继续燃烧。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收到讯号，它可能来自附近恒星，也可能来自一个早已消失的文明。有一天，我们也许会在火星岩石里找到另一种生命的化石，在木卫二的海水中看到一个陌生细胞，或者在遥远行星的大气里找到只有技术才能留下的痕迹。那一天，人类历史会被分成两半，发现之前以及发现之后。但在那一天到来以前，我们仍要继续倾听，继续观察，继续怀疑，也继续保持谦逊。因为宇宙的沉默并不等于空无一物。一座森林在午夜时也可以寂静地像没有生命，但在黑暗里，每一双眼睛都可能睁着。也许此刻，在银河系另一端，另一个年轻文明也正仰望自己的夜空。他们也在问，宇宙中只有我们吗？他们也没有答案，他们也只听见沉默。两个世界被光年分隔，在同一片黑暗中提出同一个问题，而答案也许已经在路上。